不知道你看哪吒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过这个疑问？剔骨还父，割肉还母，这应该是整个封神体系里最惨烈也最解气的名场面。一个3岁孩童硬生生把自己一身皮肉骨头全都还给父母，用最决绝的方式清算所谓的生育之恩，一命抵一命，两不相欠。但问题来了，为什么给他重塑肉身的时候偏偏选了莲花？你说牡丹花不够华贵吗？梅花不够有气节吗？竹子不够有风骨吗？那么多奇花异草，天材地宝，人参、灵芝、蟠桃，哪一样拿出来不是仙家珍品？为什么偏偏就挑了池塘里随处可见的莲花？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设定根本不是某一部作品的独创。你去翻《西游记》，孙悟空找托塔李天王对峙那段，原著里明明白白写着哪吒当年闯下大祸，割肉还母，剔骨还父，是如来佛祖取必偶为骨，合叶为衣，为他塑就莲花化身。不光是明清小说、元杂剧、地方戏曲，甚至到今天所有的影视改编，不管剧情改得多么天马行空，只要哪吒重生就一定是莲花化身，没有一个创作者敢换成别的花。这就奇怪了，难道莲花身上珍藏着什么别的植物比不了的终极秘密？今天咱们就从植物学、历史学、中医学、宗教学，再到神话设定的底层逻辑，一层一层扒开，看看这朵平平无奇的莲花到底凭什么能让哪吒死而复生，又凭什么成为中国神话里最顶级的重生外挂。先从最硬核的植物学说起，你可能不知道，莲花是整个植物界里把重生这件事刻进基因里的天花板级选手。咱们先不说别的，就说莲子，你知道一颗莲子的寿命有多长吗？上世纪50年代，考古队在辽宁大连普兰店的炮子屯从泥炭层里挖出来一批古莲子，当时用碳14同位素测年，结果直接震惊了整个植物学界。这些莲子已经在地下沉睡了将近1300年，从唐朝中后期一直埋到新中国成立。更离谱的是，专家把这些千年古莲带回实验室，小心剥去坚硬的种皮，泡在温水里，没过几天，它居然真的发芽了。又过了2年，这些沉睡1000年的种子开出了粉嫩饱满的莲花，和现代栽培的莲花几乎没有区别。1300年是什么概念？和他同期的唐朝人早已化为尘土，同一地层的其他植物种子早就腐烂分解，连有机质都不剩。一颗小小的莲子在黑暗缺氧的地下埋了10几个世纪，居然还能保留完整的生命力，遇水就活，开花结果。这要是换成人参种子，常温下放几十年就彻底失活，换成果树种子，3-5年后发芽率就会暴跌。就算是以长寿著称的银杏树种子，寿命也超不过1000年。在长寿休眠加绝境复活这门学科上，莲花就是祖师爷级别的存在。为什么莲子能活这么久？秘密就在它的种皮上。莲子的外层种皮极其坚硬致密，几乎完全不透水、不透气，相当于给种子穿上了一层密封的真空铠甲。里面的胚胎处于深度休眠状态，新陈代谢几乎停止，就像按下了时间暂停键。只要种皮不破损，它就能在地下沉睡成百上千年，等到合适的环境，立刻重启生命。不光是种子，莲花的根茎也就是藕，再生能力更是夸张。咱们平时吃藕都知道藕断丝连，这不是什么文艺修辞，这是莲花真实的疏导组织。藕的导管壁是特殊的螺旋状增厚结构，就像弹簧一样，哪怕藕被折断，这些螺旋状的细丝还能拉伸相连，继续输送水分和养分。你随便截一截带芽的藕，扔在烂泥里不用管，过不了多久就能长出新根，抽出新叶，蔓延出一整片荷塘。你再对比一下别的花，比如牡丹，国色天香，够名贵吧？但牡丹的木质枝条脆硬易折，根本没有藕断丝连的韧性，你切一块牡丹的根埋下去，大概率直接腐烂，很难长出完整的新植株。再比如梅花，傲霜斗雪，听着很有风骨，但梅花生长缓慢，枝条扦插，成活率极低，更别说用它拼接出一个完整的人形了。说白了，莲花这种断了能续，死了能活，埋1000年还能发芽的本事，天生就是为重生这个设定量身定做的。你让仙人换个别的植物试试，用桃花，
花期不过7天，刚拼好身体，还没等睁眼呢，花瓣先枯萎脱落，哪吒直接变干尸，用菊花。倒是耐储存，但菊花的茎感中空脆弱，一捏就碎。哪吒刚拿起火尖枪，胳膊先折了，还怎么闹海？更绝的是莲花的完整结构，简直就是为塑造人形量身打造的。重塑人身，得有坚硬的骨骼支撑吧，得有柔软的皮肉包裹吧，得有细密的经络连通吧，得有饱满的经血滋养吧。你看莲花这一整套系统，碧藕一节一节，坚硬又有韧性，中间多孔连通上下，刚好可以充当骨骼与脊柱。荷叶宽大柔软，纤维细密强韧，铺展开就是天然的皮肉与肌肤，连须细长坚韧，丝丝缕缕绵延不断，刚好对应人体的经络与经脉。莲子藏在莲蓬里，饱满结实，富含养分，对应人的精血与骨髓，就连层层叠叠的莲花瓣包裹起来严丝合缝，就像人体的肌肉与皮肤，纹理细腻，贴合自然。你上哪儿找这么一套结构完整、功能齐全，还自带强再生属性的植物？从头到脚，从骨头到皮肉，从经络到经血，人家莲花全身上下都给你配齐了，拿过来就能组装，拼起来就是个现成的人形。别的植物要么只有花没有硬根茎，要么只有根没有花叶，凑不齐一整套系统。也就莲花、根、茎、叶、花、果5件套齐全，刚柔并济，软硬适中，充当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刚刚好。还有个更细节的科学原理，叫莲花效应，也叫荷叶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莲花的叶片表面有一层纳米级的蜡质微凸起结构，灰尘、雨水落在上面根本粘不住，水珠滚动的时候会把灰尘颗粒全部带走，所以莲花才能出淤泥而不染，永远洁净如新。这个属性放在哪吒身上简直是神来之笔。他为什么要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就是要彻底斩断与父母的血缘羁绊，把凡胎肉体里承载的父精母血、家族罪孽、伦理枷锁全都原封不动还回去，从此两不相欠。那重生之后的身体就必须是绝对纯净的，不能再带半分凡俗的血缘污垢。莲花刚好就有这种极致的自洁属性，从最污浊的淤泥里生长出来，却能做到一尘不染，自带洁净 buff。用它造就的身体，没有父母的精血，没有凡世的尘埃，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相当于给哪吒彻底格式化了一遍，重装了一套纯净系统。你换个别的植物试试，比如人参，虽然名贵，但长在泥土里，就算洗得再干净，也没有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象征意义，配不上哪吒斩断血缘的决绝。说到这，你可能会问，会不会就是古人觉得莲花好看，随手编的设定？还真不是。莲花在中国的神格，比道教、比哪吒这个人物本身都要古老得多。咱们往前倒到华夏文明刚萌芽的时候，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考古学家在出土的植物遗存里发现了荷花的花粉化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会有莲花纹饰的彩陶。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祖先还在磨制石器、搭建房屋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神奇的植物，并且把它当成了带有神圣意味的符号。到了商周时期，莲花更是成了贵族专属的祥瑞纹饰。最有名的就是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壶顶是一朵盛开的双层莲花，花瓣中央站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灵动又庄严。你要知道，在那个青铜礼器大多雕刻饕餮、夔龙等狰狞神兽的年代，能把莲花刻在国之重器上，足以说明它的地位有多高。它早就不是普通的观赏花卉，而是和天地、神灵、永生挂钩的圣物。那时候道教还没诞生，佛教也还没传入中国，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把莲花捧到了这样的高度。为什么？因为古人亲眼观察到了莲花的生长规律，冬天的时候，水面上的花叶全部枯萎凋零，看起来就像彻底死透了。可等到第2年春风一吹，它又会从水底的淤泥里重新钻出来，抽芽长叶，开花结果，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在古人眼里，这就是死而复生，这就是永恒轮回。
冬天死去，春天复活，和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一样，都是天地间最神秘、最伟大的规律。所以上古时期的莲花崇拜，本质上是古人对重生、对永生最朴素的原始信仰。后来道教兴起，直接把这份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莲花崇拜全盘接收，并且融入了自己的修行体系。道教追求什么？长生不老、羽化升仙、脱胎换骨、跳出轮回。莲花这种冬枯春荣、死而复生的特性，完美契合了道教的重生理念，所以从道教诞生之初，莲花就被定为仙家之花。你看道教的神仙体系，元始天尊做的是七宝莲台，太乙真人带的是混元莲花观，10大洞天、36小洞天里，处处都有瑶池莲池。道教修行里有个说法叫花开莲现，花落莲成，说的就是修行的次第，从凡夫俗子到得道成仙，就像莲花从含苞到绽放再到结果，层层递进，最终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么看的话，哪吒的莲花化身就不是简单的救死扶伤了，这是一次标准的顶级的脱胎换骨修真流程。太乙真人哪里是在救徒弟，他分明是借着哪吒自刎的契机，把他那副带着凡俗浊气的肉身彻底换掉，直接给了他一副先天纯净的仙体。凡人的身体是父精母血孕育而成，带着3尸9虫，带着凡尘罪孽，带着7情6欲的牵绊，修行起来千难万难，还要不断斩除心魔。莲花化身就不一样了，先天一气凝聚而成，没有凡胎的浊气，没有血缘的牵绊，没有3尸的困扰，修行起来一日千里，相当于开局就送了满级先天道体。说到这就得聊聊哪吒的来历了，很多人不知道哪吒其实是个进口神仙，他的原型是佛教里的哪吒，全称哪吒俱伐罗，是北方毗沙门天王的3太子，属于佛教的护法神祇。早在唐朝时期，哪吒的传说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了中国。那早期的哪吒有没有莲花化身的设定呢？其实是没有的。最早的哪吒故事里，他就是个威武的护法神，擅长降龙伏魔，没有闹海的情节，也没有剔骨还父的桥段。那莲花化身的设定到底是怎么和哪吒绑定到一起的？答案是中国的老百姓和文人用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莲花信仰，给这个进口神仙做了一次彻底的本土化改造。巧的是，佛教本身也极度崇拜莲花，佛陀出生时步步生莲，诸佛菩萨皆作莲台。莲花在佛教里象征清净无染，成愿化身，出离尘世。佛教传入中国时，也把这套莲花崇拜带了过来。更巧的是，中国本土本来就有几千年的莲花信仰，两边一碰面，直接无缝衔接，双向奔赴。所以到了宋代，哪吒的故事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宋代禅宗典籍《五灯会元》里已经出现了哪吒折肉还母、折骨还父的雏形，之后现本身为父母说法，怎么现本身？典籍里没细说，但在当时老百姓的普遍认知里，死而复生、显现法身用的肯定是莲花。到了元杂剧时期，哪吒的故事就已经非常完整了，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杂剧里直接明确了哪吒是莲花化身。再到后来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经过一代代文人的打磨完善，莲花化身彻底成了哪吒的标配，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认知。你看，这根本不是哪个作者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设定，这是一颗从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就埋下的文化种子，经过了夏商周的生长，融合了佛道两教的信仰滋养，最后才稳稳地落在了哪吒身上。与其说作者选择了莲花，不如说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能配得上死而复生、脱胎换骨这8个字的，只能是莲花。换任何一种别的花，老百姓都不会认。你说用牡丹复活，大家只会觉得牡丹就是富贵花，哪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你说用菊花复活，大家会觉得菊花是祭祀用的，阴气重，不吉利。只有莲花一说出来，所有人都会下意识觉得对，就该是它，死而复生就得用莲花，这就是刻在民族文化基因里的共识。
聊完了历史和植物，咱们再落点到最接地气的角度。中医，你别觉得莲花化身只是神话想象，放在传统中医的理论体系里，这件事居然还挺有道理。中医里有个核心思路，叫取象比类，以形补形。一味药长什么样，长在哪儿，有什么生长特性，往往就对应着它能治什么病。莲花全身上下，从根到茎，从花到籽，没有一处是废料，全都是常用中药，而且刚好对应人体不同部位的问题。咱们先复盘一下哪吒当时的状态，自刎而亡，剔骨还父，割肉还母。说白了就是筋骨尽断，精血耗竭，皮肉消散，经脉寸断，整个人相当于被彻底拆解，只剩一缕残魂飘荡。要重塑这样一副肉身，就得同时完成接骨续筋，补益精血，生长皮肉，疏通经络，还要安神定魂。刚好莲花全株入药，每一部分都精准对应着需求。先说藕，也就是莲的地下根茎，中医里常用的藕节，核心功效就是收敛止血，化瘀生新。哪吒筋骨尽断，大出血而死，藕节既能快速止住出血，又能化解淤血，促进新的筋骨组织生长。而且藕本身性寒，能清热生津，清心安神。哪吒是含恨而死，胸中郁结着滔天怨气与心火，用藕入药刚好能清泻心火，平定心神。更妙的是，藕一节一节中空连通的形态，完美契合人体骨骼与脊柱的结构，以形补形，刚好用来接骨续筋。然后是莲子，莲子的功效是补脾益肾，养心安神，涩精固气。哪吒割肉还母，全身精血散尽，肾气枯竭，莲子刚好能填补精血，固护肾气，给新身体提供最核心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莲子中间的莲心，苦寒清泻，能清心泻火，驱散魂魄里的戾气与执念。所以重生后的哪吒虽然依旧性情刚烈，却少了很多凡俗的爱恨执念，多了几分仙家的澄澈。再看荷叶与莲花瓣，荷叶能清暑利湿，生发清阳，莲花能活血养颜，祛湿祛风，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是天然的皮肉材料。荷叶宽大柔韧，纤维致密，充当肌肤再合适不过。莲花瓣细腻娇嫩，色泽粉嫩，刚好做表层的皮肤。而且荷叶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能让新身体里的气机正常运转，不会死气沉沉。莲花有活血的功效，能让气血在经络里顺畅运行，让新身体不至于像个没有生气的木偶。还有莲须，就是莲花花蕊里的细花丝。莲须的功效是固肾涩精，清心通肾。这些细丝纤细柔韧，连绵不绝，刚好对应人体的经络与经脉，能把全身的筋骨、皮肉、脏腑都串联起来，连通气血，贯通阴阳。你看，藕做骨头，莲子充精血，荷叶莲花做皮肉，莲须通经络，莲蓬护脏腑，一套下来，从里到外，从筋骨到气血，补得明明白白，严丝合缝。这哪里是随便找朵花拼身体，这分明是开了一副量身定制的重生药方，君臣佐使，面面俱到。可能有人会抬杠，说那人参不比莲子补多了，为什么不用人参重塑肉身？原因很简单，人参只有补益之功，没有塑形之能。人参是肉质根，长得歪歪扭扭，虽然偶尔有像人形的，但根本没法用它拼接出完整的人形结构。总不能用大人参当躯干，小人参当四肢吧？那拼出来不是哪吒，是人参娃娃。而且人参主打大补元气，却没有接骨、生肌、通经络的全套功效，补得了气血，补不了骨头，长不出皮肤，撑不起完整的人形。还有灵芝，号称仙草，够珍贵吧？但灵芝本质是真菌，木质化后硬而脆，既没有韧性也没有纤维，怎么当皮肉，怎么当筋骨？入药滋补还行，做身体就实在太勉强了。更有意思的是，莲花的生长环境也暗合中医的阴阳逻辑。莲花长在水中，根扎在泥里，花叶挺出水面之上。中医讲阴阳，水下泥里属阴，水面之上属阳。莲花从阴浊的淤泥里生根，穿过阴寒的水层，最终在阳面绽放花朵。整个生长过程就是从阴出阳，起死回生的完美写照。人死为阴，重生为阳。
莲花从阴到阳的生长轨迹，刚好对应从死亡到新生的全过程。你说这都是巧合吗？也许有巧合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古人观察了莲花几千年，对它的特性、功效、生长规律都摸得透透的，最后才把重生这么重要、这么神圣的事交到了他手上。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瞎编的，所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背后，都是古人对世界最朴素的观察和最深刻的认知。讲完了实用层面的道理，咱们再往深了挖，挖挖莲花化身背后的文化隐喻，以及这个设定给哪吒带来的真正的 bug 级战力加持。先从佛教的逻辑说起，佛教里有个核心概念叫三身，分别是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是本体，是真如佛性，不生不灭；报身是修行累劫所得的果报之身；化身则是为了度化众生，随缘显现的应身。莲花在佛教里就是化身的核心象征。诸佛菩萨做莲台，就是因为莲花代表出淤泥而不染，代表从凡尘俗世中解脱出来的清净法身。它从污浊的世间生长，却不被世间污浊所染，象征着修行者在烦恼中证得菩提，在尘世中获得解脱。那哪吒的莲花化身刚好完美对应这个概念。他原来的肉身是父精母血孕育的报身，带着凡俗的罪孽、血缘的羁绊、家庭的枷锁，所以他会被父亲逼迫，会被伦理困住，最终只能以死明志。而莲花化身就是他的清净法身，是斩断所有凡俗羁绊之后显现出来的真正本体。所以你会发现，重生之后的哪吒和之前判若两人。之前他是骄纵任性的官二代，是李靖的三儿子，所作所为都带着孩童的义气和家族的烙印。重生之后，他不再是谁的附属品，不再是谁的儿子，他就是哪吒，是从莲花里生长出来的独立生命，只属于他自己。他不用再背负父亲的期望，不用再偿还所谓的生育之恩，不用再被世俗的伦理绑架，他彻底自由了。这才是莲花化身最核心的隐喻。重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死而复生，而是人格的独立，是精神的觉醒。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对应的就是哪吒从父权与伦理的淤泥里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再放回道教的封神体系里，莲花化身的好处就更实在了，直接就是战力天花板级别的外挂。封神演义里写得很清楚，莲花化身的哪吒无魂无魄，无三尸九重。这句话是什么概念？封神世界里的法术有一大半都是针对魂魄的。张桂芳的呼名落马术，喊你名字就能勾走魂魄，让你坠马；姚天军的落魂阵，能日夜败走人的三魂七魄，还有各种摄魂铃、迷魂幡、勾魂术。魂系法术在封神战场上就是大杀器，多少道行高深的仙人都栽在这上面。但这些法术对哪吒全部无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凡人的三魂七魄。他的魂魄已经和莲花的灵气彻底融合，是植物之灵，不是凡俗之人的魂魄。你用勾人魂魄的法术去勾他，根本就找不到目标，自然也就毫无作用。所以你看封神里的哪吒一路横冲直撞，多少旁门左道的邪术碰到他直接失效，堪称邪术免疫体质。这哪里是死过一次吃亏了，这分明是借着死亡卡了个系统 bug， 直接获得了全游戏唯一的免疫控制属性。为什么莲花化身就能做到无魂无魄？因为莲花本身就是清净之体，没有凡胎的三尸九重，没有凡尘的情欲执念。道教修行一辈子，最高目标就是斩三尸，去执念，得清净。别人苦修几百年都未必能成的事，哪吒换了个身体，直接就达成了。起点就是别人的终点。这还不算完，从五行属性上说，莲花属木，又生于水中，水木相生，自带生生不息的属性。所以哪吒的莲花化身自愈能力极强，普通伤口能快速愈合，只要核心的偶灵不毁，就能不断再生修复，相当于自带永久回血 buff， 越打越有后劲。更巧的是，哪吒本身是灵珠子转世，火属性神通，使火尖枪，采风火轮，三头六臂，一身火气。
而莲花属木，五行里木能生火，所以莲花化身不但不会克制他的法力，反而能全方位增幅他的火属性神通，让他的法力更盛，战力更强。你看，创作者连五行相生相克都算得明明白白，要是换个金属性的天才地宝，金能克火，直接就把哪吒的本命神通给废了一半。也就莲花水木相生，木又生火，完美适配哪吒的属性，没有任何副作用，还能全方位增幅。所以说莲花化身根本不是什么无奈之举，这是太乙真人给徒弟开的最强后门。表面上看是哪吒被逼死，输得一败涂地，实际上是借着死亡的契机，直接换掉了垃圾初始号，重练了个天花板级别的仙体号，看似惨败，实则血赚。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出来了，哪吒和莲花的深度绑定从来都不只是因为莲花能让人重生，更深层的原因是莲花的精神内核和哪吒这个人物的精神内核是完全同频共振的。莲花是什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从最脏的淤泥里扎根，从最浑的水里生长，却开得最干净，活得最通透。他不抱怨环境污浊，也不迎合世俗审美，就自顾自的生长，自顾自的绽放，把所有的污浊都留在脚下，把所有的洁净都举向天空。哪吒是什么？他生在陈塘关总兵府，是标准的官二代，按部就班就能继承父业，做个听话的好儿子，安稳度过一生。可他偏不，他敢和四海龙王作对，敢和天庭的规则叫板，敢用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极端方式挣脱所有的束缚与枷锁。他就像莲花一样，从世俗伦理的淤泥里生长出来，却不肯被淤泥同化，不肯被规矩磨平棱角，哪怕粉身碎骨，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干干净净地活成自己。中国神话里有那么多神仙，却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比哪吒更配得上莲花。孙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天生天养，本来就没有世俗羁绊，他的反抗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杨戬虽然也和玉帝不对付，但终究是玉帝的外甥，血缘的纽带从未真正斩断。只有哪吒是主动选择了斩断所有血缘与羁绊，主动把自己从凡俗的淤泥里彻底拔出来，然后用一朵莲花获得了干干净净的新生。他不是天生干净，他是自己选择了干净；他不是天生自由，他是用生命换来了自由。这也是为什么过了几千年，哪吒依然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各式各样的淤泥里，有家庭的期待，有社会的规则，有别人的眼光，有各种各样身不由己的牵绊。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过挣脱，想过重活一次，想活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而哪吒做到了，他用最惨烈的方式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然后用一朵莲花堂堂正正地重生了。他活成了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想成为的样子，不欠谁的，不靠谁的，坦坦荡荡，自由自在。所以莲花哪里是在复活一个神话人物，它是在承载我们所有人对新生的渴望。它告诉我们，哪怕深陷淤泥，哪怕前路黑暗，哪怕粉身碎骨，只要你想，你永远有机会重新开始，永远能开出属于自己的干净的花。说了这么多正经的，最后咱们来点打破认知的冷知识，再开几个脑洞轻松一下。第一个冷知识，很多人分不清莲花、荷花和睡莲，还有人说哪吒用的是荷花不是莲花，其实在古代莲花和荷花就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叫法。尔雅里写的明明白白，和服渠，其茎茄，其叶狭，其本密，其华汉淡，其实莲，其根藕。也就是说，这种植物整体叫荷花，叫汉淡，果实叫莲，根叫藕。后来慢慢叫法混淆，莲花和荷花就通用了。但睡莲和莲花确实完全不是一回事。睡莲的叶子浮在水面上，有明显的缺口，没有粗壮的地下藕茎，也没有挺立的莲蓬。所以哪吒用的肯定是莲花，也就是荷花，绝不可能是睡莲。要是用睡莲的话，没有藕当骨头，哪吒直接就成软体动物了，站都站不稳，更别说上阵杀敌了。第二个冷知识，其实在最早的佛教传说里，哪吒的父亲是毗沙门天王，也就是多闻天王，不是唐朝名将李靖。
是后来中国老百姓把唐朝战神李靖和毗沙门天王的形象慢慢融合，才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托塔李天王。所以说，哪吒不光身体是本土化改造的，连爹都是本土化定制的。第三个冷知识，莲花化身其实不是哪吒独有的待遇。道教里很多女仙都和莲花有关，比如何仙姑，传说里就是服食莲花与云母成仙。佛教里就更不用说了，观音菩萨的莲花座家喻户晓。只不过哪吒的莲花化身有完整的故事线，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所以最广为人知。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封神演义》里写太乙真人给哪吒塑身，用的是拣选2朵莲花、3片荷叶，然后将一粒金丹放在里面，命哪吒魂魄往里一撞。也就是说，其实不是用莲花零件拼出人形，而是把莲花当成天然的生物培养舱。金丹是能量源，魂魄是核心种子，三者合一，自然化成人形。这个设定可比简单的拼接高级多了，完全是古代版的生物 3D 打印。你看，古人的想象力一点不比现在的科幻大片差。最后咱们开个无伤大雅的脑洞，要是当年太乙真人一时没找着莲花，随手用了别的东西重塑肉身，会是什么样？要是用西瓜，那哪吒就成了西瓜三太子，圆滚滚的，皮厚耐打，物理防御点满，就是踩风火轮的时候容易打滑，跑着跑着可能自己先滚出去。要是用榴莲，那直接就是版本之子，自带范围臭气攻击，不用动手，往正前一站，敌人全被熏得丧失战斗力，就是自己人也遭不住，太乙真人估计都不敢靠近土地。要是用大白菜，那哪吒就成了白菜太子，白白净净，看着清秀，就是质地太脆，一碰就碎，战斗力实在有点不够看。要是身在岭南，说不定就用霸王花了，煲汤是一把好手，打架估计也挺硬朗，就是样子粗犷了点。当然了，这些都只是玩笑，说到底，能成为经典的永远只有莲花，因为它从来都不只是一朵花，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对重生、对洁净、对自由、对出淤泥而不染的所有向往。下次再看到哪吒血骨还父的桥段时，你就会知道那朵托起他新生的莲花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飘过来，从商周的青铜礼器上走下来，从佛道的经卷里飘出来，最后静静落在陈塘关的莲池里，接住了那个一身是伤却凝折不弯的少年。而那个少年也终究像莲花一样，穿过了所有的淤泥与黑暗，开出了属于自己的最干净也最热烈的花。